一行人在森林里绕来绕去，走了半天也没见着一个鬼影，一路上燃了不少明火符，也是一张没点起来。幸好修仙之人目力极佳，才勉强辨得出人和路来。又走了一会，魏无羡道：“这物不对劲。”他手上风邪盘指针已是转得飞起。魏无羡吹响长笛，笛音清冽飘荡在林中，却是毫无回音。他当即皱起了眉。蓝景怡表示已经走到腿酸了。怎地回事？上次我们一进来，那女鬼就窜出来了，这下怎地一个鬼影没有？莫不是怂了？蓝忘机道：迷雾。魏无羡和江澄也已经发现了，岂止是没有见到鬼影。现下春日正是万物复苏之时，这偌大的森林里，他们走了这般久，竟是一点虫鸣叫声都没有，安静的异常。魏无羡又引了个符，还是很快便熄灭。他却道：果不其然，我们一直在这打转。看众小辈不解，他又解释道：我第一次燃明火符，便下了个诀，每次走到这里，明火符便会自动点燃一张。金陵有点紧张，道：不是吧，我记得你点了好几次了呀。蓝忘机答他9次。他们兜兜转转，在这里来回9次了，难怪蓝景怡他们走得腿酸。别卖关子了，就说你有没有办法。江澄虽也早已察觉，但此类事情到底还是魏无羡比较拿手。魏无羡却笑眯眯的道：没有。欧阳子真紧张道：连魏前辈也没有办法吗？一般迷雾制造多为用阵法，也有的用仙门法器，若是那样的话，必留下灵力的痕迹，我们只需追本溯源便可破解，但此处并无灵力迹象。蓝忘机接过他的话，魏无羡就笑得更甜了，给了蓝忘机一个知我者莫若寒光君的眼神。江澄心里只道：我为啥要来这里？我好好的在莲花坞当我的宗主不好吗？然后开口提醒他们注意点，正事要紧。此类迷雾也有记载，若源头被有意隐去，我们欲见上去，从上面突破呢？魏无羡摇了摇头：此处空间是错乱的，遇见该是也出不去。说罢他指了指上空。众人抬头望去，果然只见一片混沌，不见月光星辰，难怪这里那么黑。蓝忘机当即照出碧尘，只见碧尘向上空飞去，却是徘徊了几圈，又飞了下来。蓝忘机将剑入鞘，摇了摇头：其实也好破解，这种类型的法术弱点就是里面看不见外面情况，但听得到声音，只需有人在外引导我们走出去，便能破解。魏无羡说罢，还对几个少年提醒道：知识点记好了。几个少年频频点头。他又道：若是把温宁叫过来的话，马上就能解决。江澄给了他一个白眼：这人还有空叫知识点呢，那你还不快叫过来？魏无羡把手里黑色长笛一转，一脸委屈道：刚才就是过了，笛音传不出去。魏无羡，江澄忍无可忍：你他妈说话不能一次说完吗？魏无羡往蓝忘机身边靠：蓝湛，你看江澄这也能凶我？蓝忘机波澜不惊，扶了下靠着他的魏无羡：无事，另寻他法。江澄内心呐喊：这两人不是失忆了吗？蓝忘机怎么也还这么配合？这两人莫不是在骗我？老天爷，谁都好，来救他吧！这两人他真没眼看了。许是老天有眼，听到了江澄的祈祷，突然传来几声鸟鸣。魏无羡心下奇怪，但在确认了声音是自外面传来，也顾不得其他，跟着鸟叫声走，快！幸好走得快，那鸟鸣声也没叫多久，不过几瞬，似歇息片刻的飞鸟，末了又展翅离开。他们也当真是走了好运，不然还不知要在里面困多久。中见云开雾散，月光倾洒下来，却立刻被几圈黑烟包围。三小辈几乎是同时惊呼：就是这个！就见那黑烟也不攻击他们，在头顶盘旋，尖啸之声声声刺耳。江澄手里紫电化为鞭形，一边打过去，那黑烟散开了，不过一瞬又聚拢了起来。舅舅，攻击没用的。金陵告诉他，之前他们就吃过亏。蓝忘机碧尘早已出鞘半寸，蓝色灵力流转利刃之上，却是没有下一步动作。见得魏无羡吹响陈琴，奏了几声，便放下来，摇了摇头，不受控制。那尖笑声像是嘲笑他们一般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响，四面八方包围过来。魏无羡将陈琴在手上转了几圈，对着一个方向喊道：这么久不见，你就用这种方式欢迎我吗？笑声戛然而止，众人向魏无羡叫喊的那个方向看去，只见一个容貌艳丽的女子坐在树枝上，晃动着双腿，笑道：这样还是被你看出来，不简单啊，小公子。却是他们之前见过的那个妙曼女子，
神情却完全不似与蓝思追相斗时的狠厉。蓝景怡是最心直口快的，你对思追做了甚？他想起蓝思追的手，便气得什么家规都忘了。树上那女子又笑起来，谁？上次那小孩吗？我觉得他可爱，我找他玩呀。魏无羡目光里收起了平日的慵懒，道：真的是你，媚姬。只见媚姬从树上下来，嬉笑着向他们走来，众人已是戒备状态，魏无羡心下更是警觉，果然如江澄所说，一身邪气。但他是个聪明的，保持着一点安全距离便停下了。小公子，你怎的这般怕我？媚姬声音又甜又软，听着似有几分魅惑的意味。现在是你不敢过来，究竟谁怕谁？小公子嘴巴还是这般厉害。说罢，他媚眼眨了一下，又笑道：你旁边那位的鞭子太厉害了，我可不敢过去。他这般声音，这般姿态，若是一般男人早被他勾了魂去了，哪还会反抗？可他眼前的这伙人是谁啊？蓝忘机和魏无羡自不用说，眼里只有对方。三小辈在韩光俊面前只有畏惧，哪敢多看美色？还有个江澄，这可是上像青黑名单的男人，是一般人吗？别说勾引了，他只觉得现在有点反胃。这女的就不能好好说话，好好走路吗？怕不是眼睛有问题，一直眨个什么劲？魏无羡双手抱胸道：你这招从前就对我没用，现在嘛更没用啊。他低低的笑起来：这我知道，小公子有人了吗？说到一半，他突然眸光一转，怒目对着蓝忘机，霎时怨气横生。蓝忘机脚边的地下生出几十双又黑又长的鬼手，盘旋而上，欲将其拢住。韩光俊！三小辈不由得惊呼出声。只见碧尘出鞘，蓝色剑光似织了张紧密的网，尽数将鬼手斩下。魏无羡在一旁哈哈大笑：哈哈哈，好了，听说你这有个有趣的男人，带出来给我们看看。魏无羡啊，魏无羡，你若当真想看，我也不是不能引荐。媚姬面上冷笑，吹了几声口哨，一时间阴风骤起。月下有人被手踱步而来，一袭黑衣，深红发带随黑发风中飞扬，腰间黑色横笛掉碎，鲜红如血。而且那人长了张和魏无羡前生一样的脸，三小辈不认识，知道这人是谁。蓝忘机和魏无羡则是眉头紧蹙，江澄面色凝重站在一旁，手上紫电灵力流转，发出紫色电光。只见那个男人嘴角含笑，走到媚姬身边，伸手揽住了她的腰，两人动作甚是亲密，三小辈都不好意思抬眼看。魏无羡只觉得自己的脸在面前和别人卿卿我我的，感觉甚是怪异，啧了一声，问道：你的这个人做了不少时间吧？魏无羡，别大意。这时江澄却是开了口：这男人7年前我就抓到过一个，很是邪门。什么？众人无不惊奇地睁大了眼睛。自魏无羡身死魂消后，江澄着了魔的到处抓来修行鬼道之人，严打拷问。7年前，也就是魏无羡身死第11年，他得到情报，有人学夷陵老祖吹笛遇鬼遇尸，可这种人多年来遇到的何止1、2。起先并不很在意，后又得到情报说此人掳去不少貌美男女，恐是在修炼邪术。江澄即刻前往除祟，但见到一人和魏无羡几乎是一模一样，也是横笛彻响，百鬼沉浮。他几乎就要以为是魏无羡复活了，带着一众江家修士，好容易将人捉拿。细细盘查才发现那人脸不对劲，虽用脂粉遮挡，但仔细看还能看到不少细小伤口。没等江澄继续，魏无羡便开口问他，那人的脸是不是用无数块人的皮肤拼凑而成？看江澄点了点头，三小辈一齐惊呼。蓝忘机面色凝重：我猜你寻了个长相有些相似的人，然后掳去众多貌美男女，将他们面皮剥下，慢慢拼织成你满意的模样吧。三小辈听魏无羡这么说，光是想象了一下就觉得反胃，这也太恶心了。魏无羡轻蔑地笑了一声：怎么，我以前的脸让你这般满意？不惜花如此大的功夫也要弄个我出来？媚姬摸着身边男人的脸，问他：小公子如何？我这次做得完美吧？魏无羡面色沉静道：臭味都传过来了，我都要被熏死了。死人的皮过不了多久就会腐臭腐烂，虽用别的气味掩盖着，还是一身腐臭，也因此须得时时替换。想必这次失踪的人也是为此所用。不止如此，江澄面色难看，又道：你会的那套，原来抓到那个也会。也能吹笛御诗，江澄抓他可花了不少功夫，
死伤不少人力，才将其拿下。这下让魏无羡沉思了。那边魅姬却是狂笑起来。是啊，江宗主把我的心血之作给毁了，不过我还得谢谢你，这样才让我做出了更完美的作品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